今天早上你醒來的第一個感覺是什麼？不是感恩，不是期待，而是完了，又要開始了。手機還沒滑開，腦袋已經開始跑行程表。錢夠不夠？事情會不會出包？孩子、工作、身體，未來怎麼辦？奇怪的是，事情還沒真的發生，人卻已經先累壞了。然後，耶穌在馬太福音第6章，對這群跟我們一樣焦慮的人說了一句超不合時宜的話。所以我告訴你們，不要為生命憂慮。等等，耶穌，你知道現在物價多少嗎？先說清楚一件事，耶穌不是在對一群無憂無慮的人講話。這些人沒有退休金，沒有保險，沒有冷氣，沒有外送。他們每天起床第一個問題不是今天要吃什麼，而是我今天吃不吃得到。就在這樣的背景下，耶穌連續講了3個不要憂慮，不要為生命憂慮吃什麼喝什麼，不要為身體憂慮穿什麼，不要為明天憂慮。耶穌不是忽略現實，他是在揭露一件事，焦慮其實是一種信仰狀態。耶穌突然指着天空說，你們看那天上的飛鳥，這一看不得了，飛鳥不上班，不存糧，不規劃5年計劃，卻沒有一隻餓死在路邊。然後耶穌補一句超關鍵的話，你們不比飛鳥貴重得多嗎？注意，耶穌不是說你努力一點就會跟鳥一樣，他說的是你的價值早就在神那裡確定了。焦慮常常不是因為缺乏，而是因為我們心裡偷偷覺得，如果我不撐住，就沒有人會撐住我。接着耶穌補一刀，很直接，你們哪一個能用思慮使壽數多加1刻呢？翻成現代語言就是你擔心這麼久，有比較長命嗎？我們都知道答案，但還是每天照樣擔心，因為憂慮有一個假象，它讓人感覺自己很負責。但耶穌直接拆穿，憂慮不會延長生命，只會消耗生命。然後耶穌話鋒一轉，開始講花。你想，野地裡的百合花怎麼長起來？他們不加班，不熬夜，不內捲，卻美到連所羅門王最華麗的衣服都比不上。耶穌不是要你辭職去賞花，而是要你明白一件事，供應的源頭不在你的努力裡，而在神的心意中。然後耶穌拋出一句有點刺耳的話，你們這小信的人吶，這不是責罵，而是診斷。因為在耶穌看來，憂慮的核心不是事情太大，而是神在心裡的位置太小。耶穌說，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，意思不是看不起別人，而是指出差別。外邦人拼命抓，因為他們不知道有天父，天國子民可以信，因為他們知道被看顧。然後來到整段經文的高峰，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，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。不是不給你生活所需，而是不要把生活所需放在第一位。耶穌最後說，所以不要為明天憂慮，因為明天自有明天的憂慮，一天的難處，一天當就夠了。注意，耶穌沒有說沒有難處，他說的是不要提前把未來的重量壓在今天的自己身上。很多人不是被今天壓垮的，而是被還沒來的明天拖垮的。耶穌沒有給你一套減壓技巧，他給你的是一個身份提醒，你有天賦，而有天賦的人可以認真工作，卻不用拼命憂慮。如果你也常常累在還沒發生的事裡，那這段話可能正是耶穌對你說的，你不孤單，你被看顧，
你比飛鳥貴重得多。